我们接下来呢也要关注的是这个中欧的关系哦。先来看到呢，在中欧峰会上啊，7号呢是北京要来登场了，而这个呢是4年来哦双方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的对谈。那当然说要讨论人权啊、经贸啊等等的问题哦。那可是呢，欧盟是高举了去风险化、反补贴的大旗，所以呢，这个会议是不是又要成为所谓的龙人对话呢？也就是说，其实还是很难以化解这个经贸的冰河期吗？那么早在呢这之前呢，其实习近平呢也预计说，在12月7号的北京峰会上，要和欧洲理事会的主席、欧盟主席来会面，说是要就中欧的关系，像是战略性的问题啊等等来深入交流。王毅就提到说，中方希望在将举行的这个峰会上加强和欧盟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冯德莱恩怎么说呢？他说欧盟啊不会一直容忍和中国大陆贸易的逆差扩大，他们说更希望谈判能够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哦。显然说双方呢现在整个呢在谈判的基础上哦，还是有一些不同调的状况。好，另一部分呢是我们看到哦，这个欧洲部分，乌克兰现在似乎也陷入四面楚歌了。欧洲的理事会主席呢就说，他可能要来缩短访华的行程，米歇尔呢要缩短到北京的整个行程，处理围绕乌克兰问题产生的争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在北京没有安全的电话通话线路，没有办法避免中国监听下的情况和欧盟的领导人通话。不过我们现在看到呢，俄乌战争还是持续嘛，所以呢，美国国务院呢也说，美国在为乌克兰提供资金的能力上哦，已经是捉襟见肘了。所以呢，米勒就提到说，美国在向乌克兰提供这个军事支持的能力呢，已经快要没了，呼吁国会要赶快的来采取行动。只是呢，泽伦斯基哦，他在受邀一个闭门会上哦，说是要就乌俄的局势向美国参议员来发表谈话，结果呢，临时哦，他说我没有办法参加，主要呢，因为乌克兰出了一些状况哦，那是不是呢？其实乌克兰现在真的状况也不少呢。这个传出跟泽伦斯基哦，非常现在有一些内斗的这个乌克兰总司令哦，就传出他狮子大开口，因为呢，他在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的时候呢，跟他直接要了1700万发的炮弹。还有4000亿美元的援助，甚至呢说这个泽伦斯基对于这位总司令哦，直接和乌克兰军队指挥官沟通哦，他觉得呢这个内斗啊，是不是感觉起来两个人是越来越强烈了呢？好，那不只是这样哦，基辅市长现在也看不下去了，他就炮轰泽伦斯基，说前线啊这个冰封的政治内讧似乎也越演越烈咯，因为他就说泽伦斯基太专制了。我们未来会跟俄罗斯没有分别，还说泽伦斯基到俄罗斯进军前的最后一刻，都还在否定入侵的可能。所以这个没准备好的原因，根本就是因为泽伦斯基他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啊。那另一部分呢，其实现在哦，这个巴西是不是也开始来拉拢俄罗斯了呢？我们看到呢是这个，先是匈牙利总理哦，他力主欧盟峰会上讨论有关乌克兰入盟的谈判。另外，巴西总统鲁拉动作频频，他在访问德国的3天的时候呢，也和德国的总理肖兹来会谈了。那就说呢，要持续的来努力推动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缔结这个自由贸易协定。那肖兹的回应是说，德国和巴西都希望能够达成，不管是在欧盟执委会还是在欧洲议会当中，都可能获得多数的支持。那也希望说呢，所有的国家啊，可以表现出务实的精神来履行这样的承诺。那法国怎么回应？法国就说他们是反对这个协定，认为呢这个协定缺乏环境目标，没有为巴西等国减少这个森林的砍伐来提供保证，所以他说这个其实跟环境政策是有相互的矛盾的，所以他不支持。那巴西总统鲁纳则是说，他们要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来参加2024年的 G20 峰会哦。他说呢，如果他来参加，他不会把他逮捕，也不会把他拘留哦。但是呢，对其采取的行动决定呢，可能会取决于巴西的司法系统哦。这是不是也留下一些伏笔呢？先请教亮哥，怎么看说这个中欧峰会哦，可以缓解所谓的经贸冰河吗？其实你光是看那个巴西总统鲁拉要搞那个
南方共同市场跟欧盟的协议啊，你就看到德法意见不一致。所以我讲白了啦，欧盟啊，欧盟我觉得就是一个大概只有一些，比如说有时候它会有一些共同的路线的一个什么白皮书啦，除此之外啊，它对于这种有争议性的问题，它真的很难达成一致的决策了啊。比如说以中国大陆来讲啊，中国大陆礼貌上当然还是要跟欧盟互动啊，那要去说明欧盟即将出台的一些政策，那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要做澄清，这样嘛。可是他也没有期待欧盟能做出一致的决策了啊。欧盟啊，所以你看中国大陆他怎么去对待欧洲的国家，他都是双边交往。比如说明年就是中法的文化旅游年嘛啊，然后比如说德国总理、西班牙总理、荷兰总理陆续访问中国，都是双边的。那接下来可能还有英国新上台的那个外长，他可能也会访问中国。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期待，为什么呢？因为欧盟目前这么多国家啦，里面有大概40%是亲美的啦。那他们跟法国、德国的意见不一定一致啊。比如说这个执委会的主席冯德莱恩，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亲美派啊。他上次对以色列，因为一面倒支持以色列，还引起欧盟800个官员联署反对他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要让对中国的政策要在欧盟达成一致，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没办法啦，行礼如仪嘛。那欧盟既然是一个团体，也是一个有分量的团体，所以我多少还是要跟你交往啊。那可是重点不是放在各国啦。事实上我认为鲁拉也会是如此啊。你也不要寄望去跟欧盟签个什么经贸协议了啊。你看法国就提出环保标准，亚马逊森林的开发、流域的开发，这个巴西内部都意见很不一致啊，你怎么可能强迫他要对你做承诺呢？这根本就做不出来嘛。所以我想大概就个别交往就可以了。对，这可能也是一种各自表述。欢迎回来节目现场，赖老师怎么看说接下来这个俄乌的状况？美国的预算局长确实很清楚的知道，他们在这一年度所编的预算给乌克兰的战争中已经快要用完了啊，已经用掉7%点多了，所以剩下没多少。那现在两党之间又在争新的预算，看起来如果通过不了的话，那明年很有可能，如果来不及通过，那明年就没有钱了。乌克兰这场战还打还是不打？目前的评估啊，不管是美国的真正的将领啊，不是政治上的将领哈，是真正的将领，这些专家以及乌克兰的实战的这些总司令，他们的评估，这场战争打不赢俄罗斯，俄罗斯也没有要退的意思，就是既打不赢也没有要退，那就变成是拖死狗，在那些地方一直拖下去。可是俄罗斯的本土没有影响，了不起零星的这些恐怖的攻击，可是对俄罗斯本土没有大影响。那乌克兰怎么办？重建遥遥无期，然后兵源还是不断的损伤，然后援助支持又不到位。可是问题是，俄罗斯的武器弹药却越来越充足，那相当有可能，如果俄罗斯采取强大的军事行动，把整个第聂伯河都切断的话，那这个时候整个乌东地区陷于孤立，未来战局整个逆转反转的可能性存在，那怎么办？目前我们看到，在今年的上半年，美国的共和党一个重量级的议员到了乌克兰，就问了泽连斯基明年3月改选的问题，泽连斯基就开始在抵抗了。现在泽连斯基的民调已经掉到后面了，他的总司令的民调比他高，连基辅市的市长的民调都比他高，挑战者越来越多，泽连斯基根本不想改选。泽连斯基目前提出2个理由，第一个，你要我改选可以，钱你美国人支，美国人怎么可能给他钱？说我乌克兰的选举要美国人付钱。第二个，我的选票要发送到前线的每一位战士，而他必须要能够回来投票。那这怎么可能做得到？所以他提出2个是不可能做到的事。那目前来讲，他跟他的军事将领看起来是分道扬镳。分道扬镳，他去前线视察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他的总司令陪
这是很罕见的。一个三军统帅到前线去视察，总司令不赔，到底是他不准总司令赔，还是总司令根本不想跟他赔？我觉得这是一个讯号，这个讯号其实对乌克兰来讲是很不利的。最后一个我们要谈的一个情况是有关于鲁拉，鲁拉的问题是，他很急，他希望南共体在阿根廷的极右翼的总统上来以前，赶快跟欧盟签订那个贸易协定。可是问题就在于法国是不同意的，因为巴西跟法国在农产品方面是竞争者。所以这个当然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的变数。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彬哥怎么看说俄乌现在乌克兰传出了自己内讧？我觉得这个扎卢兹尼提什么1700万发炮弹，4000亿美金，他就是提一个美军根本不可能达成的东西给他嘛。因为实际上他们在这一波反攻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很严重的矛盾当中，因为美国跟西方的这些教官就要他们完全按照美国跟欧洲的这种作战方式去攻击，可是扎卢兹尼就告诉他们家说我们根本办不到，为什么？因为你们所有的规划是你们有空中压制的状况下去施行的，可是乌克兰根本没有空军，根本没有办法按照你们的作战计划去打。结果一开始因为迫于美国的压力，结果呢他们就硬着头皮上，结果本来预期第一天要进攻18公里，结果第一天打下来连2公里都打不到。就直接就被人家挡住了，因为俄罗斯已经开始善用无人机啊这些东西，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他们也挖了很多的防线啊，然后埋了地雷啊，然后用各种无人机去攻击，所以造成了包括布莱德雷战车啊那种，然后包括那个豹式坦克就战损的特别多，所以他们就一直不断跟美军反映这个。可是美军的认为方式是你乌克兰军队训练不够精良，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那乌克兰就一直跟美国人说，不是，是你们不了解战场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其实请大家注意美军其实也没有跟无人机对战过，讲实在话，他们也没有真正在战场上对战过。所以美军的教官恐怕也不真正了解无人机现在在战场上会发挥了什么作用，也就是造成了后来从6月一路打到现在，他们是损失相当惨重，然后呢进展非常缓慢。他们本来以为能够一路势如破竹打到，其实刚刚讲到这个赖清德财产我们接下来呢就要看到的是赖清德的老家被指说违建逃税那最新的是呢，赖清德也证实说房屋税的部分已经是收到了新北市府的通知了，那当事人也已经委托专业人士申请缴纳，那还说要新北市府本于职权，也要本于照顾民众立场妥善处理。但是现在这个老家违建的争议也引起了这个中央地方的互杠因为国土署呢就喊话说要求新北市要提出解方，还说中央地方应该要负责面对。结果新北地政局这样超不满就说这是在甩锅我们地方吗？那我们说到违建的争议现在还有一个人是民进党狂打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因为今天民进党就召开了记者会说马文君的家族长期的这个用700坪的国有农地盖违法的豪宅近30年，还说包含其他像是台中严家彰化谢家等等都有土地的争议那马文君的办公室就说等到资料整理完就会提供相关的数据资料好，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一个地方说是呢马家庄园所在地是一个国有地那它靠近埔里镇中心。不过我们就看到这个其实呢一开始是周刊先爆料出来马上你看5号的时候下午周刊才写出来，结果呢隔1个小时梗图已经出来了，而且呢就罗列说这些国民党的人都是地产大亨，炒地发大财。结果隔一天呢一早就召开了记者会来攻击这个点民进党打击对手似乎呢是非常的一条龙式短短的24小时甚至不到24小时一气呵成，昨天先给你一集，今天早上再给你一集。好，可是呢比起来呢，你看到像是潘孟安被指接受绿能厂商供养这是王宏威指控的另外呢是这个徐巧芯也有说潘孟安用这5000万元绿能厂商的豪宅梁文杰也是住户怎么看只有这2个人在打，那侯办呢？国民党团呢？
去了哪里呢？这似乎是不是在整个国民党的选战策略上呢，还有进步的空间呢？好，但是呢，现在我们刚刚提到的人设的部分呢，蔡赖呢也要蔡赖见萧美琴的人设，怎么说呢？因为呢，在这个云林和老人的会谈当中呢，蔡英文就呼吁大家要支持赖清德、萧美琴哦。他怎么讲的？他说萧美琴啊，担任驻美代表的时候哦，是被外媒称赞是最有影响力的外国大使之一哦，而且这是台湾有史以来在美国最被人尊重、最会做事的大使哦。可是今天国民党就召开记者会说，不是这样哦，因为我们根本就是卑躬屈膝。怎么说呢？就说过去啊，蔡政府一直宣传台美关系很好，还说萧美琴深得美方信任。实情是莱猪、福食都开放了，但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用卑躬屈膝的态度面对。而赖清德竟总是回应说，如果对 IPF 有基本的理解，就会知道这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架构。那台湾持续争取参与，还批说国民党这3位参选人的说法凸显了国民党对经贸议题和台美关系的陌生。可是其实确实哦，莱猪这个争议啊，大家如果还没有忘记的话，它过去呢也是非常多民众相当到关键的讨论度非常高的，像是呢在这个2020到2030的民怨事件调查当中，负面讨论声量最高的就是开放莱猪进口了。而我们过去谈到呢，跟美方的一些交涉像是呢你看到台积电当时呢也被说，美方怎么要求我们加码投资先进封装，我们就要去参与这样的布局吗？另外是呢，也被指说美方是不是强制推销我们买了24架的波音787，哇，我们的华航还真的砸了1000亿就买单了。所以萧美琴担任驻美代表，真的有替我们谈到更好的条件吗？好，那现在呢怎么办呢？萧美琴回来了，那他就打出了猫狗牌哦。你看到他就抱着他的这个小猫咪哦，说呢现在还在隔离当中，好想念他哦。那很多人呢，参选人也会安排行程，有选在猫的地方，就是说这些疗愈的行程哦，看能不能唤起更多的支持度哦。所以呢，网友就大酸哦，就说哇 ，DPP 的正副总统猫狗新闻哦，你看过去从小英的猫到赖清德的狗，现在萧美琴也有猫。猫狗好多哦，猫是大于人民了吗？干脆改成猫主进步党会不会比较适合一点哦？来，亮哥怎么看这个赖清德的老家违建的这个争议哦？好像之前一直烧，现在还在烧。不，这个是因为新北一直没有下决定开给他违建拆除令。因为那边太多。赖清德现在立场非常清楚，你令一来我就拆。可是新北知道，如果要开，就整排都要拆。对，那因为那边住的都是弱势家庭那新北也不好下这种决定所以就卡在这里。可是这个当然就考验一个政治人物的道德啦，因为柯妈妈、严宽恒、黄国昌，人家都政府的拆除令没到，自己就拆啦，为什么唯独你例外呢？所以这个选民心里有一把尺就政治人物法律是最低的底线嘛，你应该用更高的标准看自己嘛，对不对那至于这个蔡英文坦白说是台湾民主化之后公认对美国就是完全没有说过 no 的总统比如说你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到马英九，这3位台湾的总统都曾经对美国说不。就只有蔡英文没有那对于这种人，美国当然是爱如宝贝不是吗？那萧美琴是衔命当美国大使，那当然就是这样的待遇嘛。美国当然非常喜欢你因为你背后那个总统百依百顺嘛。你想一想嘛，他说，我们只要通过美猪就可以参加 CPTPP，请问在哪里CPTPP 到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他百依百顺配合美国把台积电弄去美国而且台积电本来只要投资1个厂5奈米的厂，后来王美花去了，回来加码到2个厂，4奈米跟3奈米，然后台积电现在痛苦不堪不只是人力有问题，跟当地工会协调也有问题，美国政府的补助也还没有到
那请问我们政府有帮他处理吗？台积电都变成你的牌美猪也变成你的牌美国人当然爱你嘛，还用讲吗？因为谁像你那么乖啊，对不对？布雷车你就买了啊，什么都买啊，对不对？所以这完全可以理解啦。那赖清德这里又凸显出他的无知了。印太经济架构 IPEF 到现在，美国跟东南亚的国家双边谈判都还没开始，没有看到任何内容。那川普已经表态了，说他只要当选，第一个就把这个废掉。我真是奇怪，赖清德的幕僚到底有没有在提供资料给他啊？川普讲那么大声说这个架构他只要一当选就立刻废掉，跟上次那个 TPP 一样。你还在那边讲啊，正在形成的架构，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而且拜登说这个会是一个多边的架构，东南亚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有具体的内容啊。而且跟台湾谈的绝大多数都是 WTO 本来就对台湾该有的待遇比如说通关的简便化啦，等等等啊。那个写了一大堆那里面有关中小企业的只有3页。所以那天事实上我们有好几个民进党立委在立法院在质询王美花说你可不可以讲一点具体的内容就是钟嘉宾我记得有几位立委，他们就是很诚实就想说IPEF 到底你还把它取一个好伟大的名字，什么21世纪什么台湾什么贸易，我都念不出来了。结果记者去问立委去问王美花说到底有什么好康的？你可不可以讲简单一点，让我听得懂，我可以跟选民报告？讲不出来啊。所以他也要拿在这边说嘴这就是悲哀嘛。来，彬哥怎么看？我觉得赖清德真的很奇怪你收到房屋税要缴纳的通知，还要委托专业人士缴纳，缴个钱需要什么专业人士你要找代书还是找律师去缴钱吗？谁都可以缴钱不是吗？评估有没有高估？还是锱铢必较到这种程度吗？正常人不都是你上面单子告诉我多少我就缴多少，不就这样吗？重点不在这个地方重点是在于你们这个地方已经多久没缴过税了？而且你2003年你改建这个房子的时候，请问一下，你当时是立法委员，你不知道改建房子需要申请吗？你自己高兴改建就改建了，不管是新建还是增建还是改建，你都要申请你知法犯法，你不要告诉我你当时身为立法委员你不知道有这种规定，你们高兴说盖就盖吗？然后这么多年了，他之前不是口口声声跟我们讲他要缴税，结果后来终于承认了，他们以前缴的是田赋。你知道田赋什么时候废止的吗？1987年。所以呢，他到现在已经36年没有缴过税。他卡中华民国的油卡了36年，身为国民不缴税，就是这样子这就是赖清德然后现在还大言讲的跟真的一样，好像他很无辜，他很善良，都是别人在迫害他。你在偷国家的鸡别人都要缴税，你就不用缴税。还好意思讲得这么大声，然后现在又一推说，你这个应该要新北市政府要想出一个解决办法来，不能让这些户都这样子我请教一下赖清德，你当过立法委员，你当过台南市长，然后你当过行政院长，你现在是副总统，那你自己本身就是这种公僚，你说你家是公僚嘛，你公僚出身的，那你当过这么多职务，为什么从来没想过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你良心被狗吃了？不然的话，为什么你自己从这个地方出生，你不知道你的左邻右舍都是这种状况吗？你都没有想过去帮他解决困难吗？那怎么等到你自己被查了之后，才开始要新北市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没有良心嘛？你根本没有为你的邻居想过嘛？你只想到你自己嘛？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怎么好意思讲？那马文君那个东西，他有跳出来解释他说那个是当年那个地主直接权利让给他，后来他按照规定有缴租金，那甚至因为房子的那个现在估计值太低，所以呢房屋税都不用缴。那他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不知道，不是事实就开罚
该拆就拆啊。那我觉得马文君的例子也很简单，就是提醒所有参选的人，你们所有的事情都会被人家拿出来检验，不要以为抓不到。现在这个社会什么东西都会被抓到，所以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违法，那你就继续这样做；如果你自己有问题，你就赶快自己去处理，不要像赖清德一样这种赖皮鬼，明明被人家抓到还在那边死耍赖，不愿意去处理。那我必须说，这个 IPEF 这个密件，你的好笑到什么地步？我觉得赖清德每一次回答都是顾左右而言他，不乱讲一通。那个今天这个密件里头最让人家漏气的是什么？是那个密件里头清清楚楚，就是邓正中已经知道美国根本没打算要把台湾列在 IPEF 的架构里头，结果他们还建议说去询问。可是你知道询问他们后面弹出是什么？说可是他们知道戴琪绝对不会正面回答你，戴琪一定说哦，我们现在正在考量，就是这样子而已。是预知死亡记事啊！明明知道美国要把我们踢出这个架构，然后我们还是硬要配合美国进来租，还是硬要配合美国把台积电送出去。那你告诉我，萧美琴这样能力很强，她到底强在什么地方啊？还有什么在华府最有影响力的大使，她有影响力就是喂毒给全台湾民众。那我们台湾真正要的东西 ，F-35怎么不弄几台来？神盾驱逐舰怎么不弄来？我们需要的他全部都弄不到。美国人需要他负责照办，他是美国人的大使吧，根本就不是台湾的大使。刚刚讲到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过其实因为这个赖清德就一直说他这个违建争议呢，他过去没有收到相关的缴税通知，所以如果有收到，他会去缴来。我觉得赖清德应该要厚道一点啊，不能够薄情寡恩了啊。尤其他的地位这么的高，中华民国的副总统也当过行政院院长，他知道他的主周楚被人家爆开了啊，是违建了，他都知道了。那我觉得他应该要厚道的是，他的地位这么的高的情况下，不要把邻居拖下水，他应该要赶快保护好他的邻居，不要把邻居就整个的拉下来，而且更不应该把邻居当成挡箭牌，所以要拆的全部一起拆。你只要来个公文，那就全部拆嘛。我觉得这不厚道。第二个呢，既然你是要选副总统，要选总统，不是副总统，你要选这么高的地位，那就必须要把自己的道德标准再拉高，而不是把自己的道德标准降到最低，用法律的规范。因为我们都知道，法律的规范就是最低的道德标准。那你是要当一个全民表率的，你要把你的道德规范拉高，而且你要展现出你不是一个薄情寡恩的人，你要展现出你有担当，不会把邻居当你的挡箭牌，不会把这些邻居当成这个拖他们下水，说你看他们这些人，你不要欺负他们哈，他们穷人家，那你在弄你自己，把别人都拉下来，这太不厚道了。所以我还是强烈建议赶快拆了，把这个事就做一个了结，因为还有几天嘛，30-40天，如果你不拆，这个案子就一直在谈啊。那另外，我觉得这个萧美琴，坦白说，我们真的有话要说了，因为太多话要讲了。为什么？因为明明拜登说我任内绝对不会通过自由贸易协定，那你台美的自由贸易协定是不可能通过的，因为他连英国都不给了，怎么可能会给台湾？可是你来猪照吃，然后骗台湾的老百姓说可以换自由贸易协定，没有换到啊。然后台积电也被拿走了，被抢走了。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觉得最不能接受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买武器。那蔡英文任内的时候拼命买武器，买了这个7年多。你知道我们的武器啊，我们给美国已经付出去的钱是6000亿新台币，但是我们武器都没有拿到。你知道我们1年以现在美国的定存，就是我们在台湾哦，你就只要放美金在这个定存哦，在台湾的银行哦。美金的定存都3.85%，定存年利率，那你想想看，1年的利息231亿台币，就这样被美国人吞走了。而你萧美琴什么事都没做，因为我们没有对美国有这种惩罚性的赔偿条款，什么都没有。这个叫做最伟大的、最了不起的、最有贡献的一个外交官。坦白说，你放之四海，没有人会信。那你蔡英文怎么可以对于一个国家利益损耗到这种地步的外交官，你还跟他说是好棒棒？你的标准有问题。这就留给观众朋友大家来评分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作恒。首先来邀请这一节要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看到2024的选战呢，现在呢可以说已经是进入到了越来越白热化的阶段了。而最新呢是现在这个正副总统的参选人已经确定之后呢，也公布了他们的财产申报哦。好，那我们看到呢赖清德他拥有的是一笔土地、一笔房产、一辆汽车，以及存款的部分呢是215万。另外还有13笔的保单以及房贷是1386万哦，哇，那这个数字呢？大家算一算啊，怎么算都好像不太对，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有网友非常厉害把它算出来，说副总统的月薪49万。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是32万，那么加一加呢，光是4年的纯薪资收入应该就要有1764万，再加上384万，所以要2000多万。结果呢，这个财产申报总是会出现明显低于自己的这个位子的薪资的状况哦，是真的太不善理财了吗？所以就有些人说这太假了吧，这是要塑造清廉的形象吗？好，但是呢，千万不能这样乱讲哦，这是网友讲的因为呢不小心可能要被出征咯。因为我们看到之前呢是这个丁特他就酸赖清德装穷太矫情那煽动仇富支持是骗票，就没有想到马上被网军出征所以他就怎么说呢？他说这反酸我是自己人，大家不要伤害友军，以后他会对民进党誓死效忠。所以现在被质疑人设很假，可能会也要被出征吗？好，那赖清德的民调虽然说我们看到好几份来说他占据是第一的，可是呢政党票很难说因为呢在最新的这份民调来讲呢，它就显示说国民党的这个政党票是33.2%，略高于民进党，那民众党是13.3%。另外呢，是镜新闻的民调也显示说呢，国民党的政党票支持度的部分呢是位居暂时是第1名的。那这个是12月3号到4号的市话随机抽样所以在不分区来讲呢，似乎国民党还是目前在居于领先的结构。这会影响到什么呢？未来在立法院这个政党势力可能会出现3党不过半的情况好，那风灿的这个民调当中呢，就显示说民众未来希望怎么样的立法院好，有31%的人说希望3党是不过半的，而国民党过半的有25.6%，民进党过半的呢是26.5%。但是呢，现在学者也提醒说这个民进党未来恐怕就会失去了立法院的多数那柯文哲很可能就会成为很关键的角色了。因为呢，如果都没人过半数，那第3势力可能就是一个可以呢反而有强力的控制权那它可以左右很多的政策尤其在很多我们刚刚讲不分区嘛，那么现在看看区域立委的部分，好多地区现在是5-5波，民进党呢现任的立委可能马上就要输了。我们随便举几个啦，像是在台北市就有这个中正万华港湖另外新北市呢是赖品妤的这个选区也都是非常的危险另外在台中你看到也是蛮多地区相当的危险的。好，那现在呢就有说民进党其实过去选举出力不少的公庙农渔会组织那现在因为赖清德呢当初在党内的时候力主排黑，地方呢又变成多半由蓝营执政的状况之下呢，开始出现了一些松动了。再加上呢，本来说寄望这个美琴牌可以发酵如果可以成功吸纳5%的选票说这个将会是民进党要奠定胜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先请教亮哥来怎么看说这个财产申报你相信吗？这个数字？我只能选择相信也没办法，因为我没有证据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的监察院又不查，所以我怎么能够知道额外的数字呢？对不对我倒是觉得这个不分区这个民进党会被国民党领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因为民进党的不分区实在是有点离谱了，那刚好今年朱立伦对他的不分区有做一些改进就民进党你象征性的第1名就是沈伯洋嘛，
你整个党都黑熊化嘛，啊，你让黑熊部队的头来当不分区第一名，第二名，男子第一名啊，男子第一名，对，那男子第一名你就知道人家的感觉是什么嘛，啊，你是要打巷战吗？要打认知战吗？把这个当做你政党最大的理想，因为第一名通常是有理想的指标啦，啊，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民进党还是派系分配嘛，这个很明显嘛。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他有一些现任的不分区留任，而且留任的那几个都不怎么样啊，我这里就不指名道姓了啦，啊，至少社会不认为这几个人有多优秀了，更多的恐怕是为党在护航啊，所以你当然就会失分嘛，啊，而且我认为即使比如说，其实赖清德会领先，是因为侯友宜真的太弱了，啊，如果不是整合了赵少康跟韩国瑜，那不知道弱到哪里去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因素了。可是整体国民党的战力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不分区很有可能啊，如果国民党运气好一点，搞不好会冲到15席哦。这么乐观吗？不是，因为他这个得票就是这样啊。你是按照现在的民调来看的话，而且那个新党跟亲民党可能很多都跑到国民党这边来了。今年就会大量减少。那其他小党可能会分不到啊，除了民众党之外啊。那这个民调高的就会有那个额外的红利了，啊。那这个当然也要看民众党能够争到多少了。如果是按照美丽岛的民调，民众党只有6席，所以美丽岛的估计是15、13、6。这个当然是民众党要警觉啦，就是他要去拉抬，对，他要去拉抬啊。那至于这个赖清德，因为更生人条款嘛，不准参选，那得罪了一些公庙啦、农渔会系统的人啊，这个坦白讲，这个会发酵到哪里，真的还不知道。可是这一部分流失的选票，萧美琴没有能力去补啦。萧美琴哪有能力补这种基层组织呢？对不对啊？所以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票啦，也是我们现在难以估计的啦，就是对新潮流反弹的民进党的票啦啊。比如说，如果赖清德当选了，那台南市长下一届就是林俊宪呢。那陈亭妃跟王定宇就没有机会啊。这几乎是公认的事情嘛，那怎么办？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可是这里面他会有一些纠结啦，因为他毕竟还是会投给赖清德，可是地方的是不是都这样？尤其是有一些完全被禁止参选的人啊，因为那个更生人条款事实上坦白讲是违反宪政主义啦，你怎么可以剥夺人家的公民权呢？对不对？而且人家是更生人，都已经改邪归正了，那结果现在连参选来当党职都不行啊！这个到底杀伤力有多大，真的不知道啊。那他们寄望于萧美琴，我认为是年轻票啦，倒不是补这一块啦。还有鹰的票，小鹰的票，我认为这个就是广义的，我们讲的年轻票啦，因为蔡英文有特别去经营。网路嘛，蔡英文的 FB 是唯一大概超过柯文哲的啦，那他也经营了各种网路的大咖，他们也以前常有活动啊，那是不是说萧美琴更能够继承这样的形象啊？我觉得是民进党在寄望这个了，那当然你要看后续彼得39天嘛，那萧美琴如何去放大这一块啦。比如说有没有年轻的聚会啦，网红的聚会啦，那这个当然就是，而且你也知道他连猫咪都爆出来了嘛，爱猫族啦，等等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想从年轻这一块来补足其他流失的部分，这样。来，彬哥怎么看接下来可能3党不过半的状况？先讲一下赖清德那个财产啊，其实他财产也没有很少了。第一个，他里头大家只注意到他存款215万。你知道那个储蓄型保单那13笔就2709万了，所以也没有很少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最近正在炒那个万里那个违章建筑，他家主错，他当初说那是他亲戚，现在在他亲戚的名下，他亲戚就是他儿子。那
那请问一下，这不是赖清德转移给他的，难道是谁转移给他的？所以赖清德早就有做财产规划，他很多财产大概已经分给他小孩，或是转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你光从他个人的财产申报，当然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说真的，其实赖清德有钱一点，我也不会讶异啦，因为他是医生出身嘛，然后又很早就从政。说真的，赚一点钱，我觉得也没什么啦，只是说刻意把自己存款压这么低，然后显示负债比较高。就有点 gay 掰啦，我想斌哥你要小心哦，那个网军，我不用小心，他有种来告我啊，赶快来告！网军出征，我从来没在怕。这些网军如果要想帮我冲流量，我是求之不得，赶快来啊！所以丁特他当初就是讲了之后就被肉搜被出征嘛，那他就故意反讽啊，他讲那句话是在酸那些网军，那些网军又不知道嘛，那他们又能拿丁特怎么样？丁特还是有他的支持。所以我觉得用这种东西想要去打压人家，不敢讲你是没意义的，是你自己做人不要那么 gay 掰，人家不会去讲你。然后讲赵少康，他财产加起来破亿啊，我个人都认为他应该不止这个财产。我讲实在话，那又怎样呢？他是中广的董事长，他有这个资产有什么好奇怪？反倒是那吴欣盈资产怎么会那么少？我还觉得蛮奇怪。我讲实在话，星光公主怎么资产那么少？这跟我们的期待不太一样。但说真的啊，其实资产不资产，我觉得那个都不重要，只要人家是合法赚来的钱，没什么好去批评，就这么简单。那但是现在就是看起来在不分区跟政党制度，好像国民党领先，只是好像而已。我老实讲，选战现在还有1个多月嘞。对，说真的，会有什么变化也不知道嘞。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好像国民党稍微领先一些，到最后是怎么样，没有人会晓得。国民党其实面临的危机还很多，因为我个人认为国民党现在打民进党打到有点打不太动的那种感觉。像今天国民党中午有开个记者会，揭露一个密件啊，就是说那个当初在谈那个印太经济架构的时候，本来我们是希望拿来出这些东西来交换，结果美国连理都没理我们。那这个密件露出来，请问一下，今天在社会上有激起效应吗？好像也没有，连讨论的都不多。本节目还没开始讨论，对，所以即将了。对，我就觉得。那你就可以知道，其实目前国民党还没有打对点，所以当你没有打对点的时候，在民进党开始发动攻势的时候，之后会不会是这样？未必。那我是注意到一点，就是现在民众党的制度只有11%，其实跟他上一次差不多可是民众党这一届的目标是8到10席，他上一次只有5席，所以我觉得11%只有5席啊。对啊，是只有5席啊，对啊，所以。民众党现在政党制度显然是呈现一个偏低的状态，所以他们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个困境？我觉得他们是要好好去想清楚。导致立委这个选情的部分，我认为现在很多地方真的都呈现五五波，大家持续在激战当中。那就是在选战的最后阶段，你的政党本身的表现一定会影响到你，然后你自己个人的表现当然也会影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错综复杂，就是谁犯的错越少，谁到最后就会赢。所以最后这1个月，大家彼此就是在拼谁犯的错少，然后谁能够成功的打击出来。那目前你要说谁一定赢，在这种五五波的选区真的很难去讲。导致你们这个标题写的那个他领先10几%，那个叫马文君啊，他今天不是也出事，说他那个违章建筑，然后南投县政府也说那个好像是违章要拆，所以。如果说马文君只有这一个，我认为他大概会掉个一点点，但影响不大。可是如果持续的被人家抓出来类似的东西的话，那他可能就会呈现一个逆转的趋势。所以大家都必须谨慎小心。那至于说找萧美琴回来，我个人认为是要帮赖清德补年轻人跟高知识水平的这一块，我认为是这样。公庙萧美琴怎么补啊？他自己去过公庙没有了，不知道。大概去也去不多，是顶多以前选立委的时候去过。然后讲，所以萧美琴那以他的形象，我认为他在年轻人这边是会有一点票的，然后在高知识分子这边会有一点票。那至于其他的东西，你想一个根本常年在国外很少回来的人去帮你补票，我觉得是想太多。来，赖老师怎么看？先从赖清德的财产，因为他的财产脱离我们的一般的认知之外啊，所以他的讨论性就比较高一点了。从当了医生到市长啊，然后再当行政院院长，再当副总统啊，这么长的时间内，他的很多的开销都可以用特支费啊，都可以用市长特支费或是用院长特支费来去解报啊。那结果
这么多年来，然后他剩下的钱这么一点啊，那当然我们就会觉得说，要不就是他很会花钱，每天的日子过得蛮优渥的啊，那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怎么每一天花钱的这个优渥的日子啊。那但是基本上来讲，要装穷就装不了了，因为这个脱离我们的常识了，脱离我们的认知了。一个市长干那么久，然后一个院长、一个副总统，那绝对不可能啊是这么的少的钱啊，所以他是过得非常的优渥。那因此啊，如果要把自己装的说我的负债很高，我的存款很少啊，我其他的都是属于这种储蓄性的保险啊，所以我的理财是很保守的，而且我很清廉，这个就涉嫌矫情了。我用涉嫌这2个字啊，所以这个我也不怕1450，因为1450我们也是如影随形很久了啊，大家相互生活还蛮愉快的，因为他帮我冲流量，然后一直让我有比较高的曝光度，感谢1450哈，而且这个我不会像赖清德那样说，网军饶了我吧，好放我吧，放我一马，我不会啊，您尽管来，没关系啊。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我倒觉得有民调部分有2个层面可以看。第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强调民进党的民调，应该都是市话。那它反映出来的就是说，年龄层比较高的，它的政党的倾向已经出现了，很明显了。年龄层高的政党倾向，国民党的回流已经看起来已经超过民进党。过去我们都清楚的知道说，民进党有一段时间它的这个支持度高于国民党。现在很明显的，国民党回来了，这是年纪高、年纪大一点的。这个对于国民党的政党支持度跟区域立委来讲，当然有帮助。可是不要忘了，这是年纪大一点的。如果再加年轻人的选票，也就是说把市话放进来的话，民众党就绝对大有斩获了。那如果按照原来的民调说，柯文哲一定可以超过半数以上的年轻人的话，我们很明显的这一次。民进党绝对不可能一党独大了，那这个也反映出我们台湾的第2层的意义，也就是台湾的选民对民进党的一党独大，他的这种执政的傲慢厌恶到极点了，所以不要让一个党独大，要终结这个一党独大。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希望，所以国民党也好啊，这个民众党也好，看起来2党联合起来。超过民进党的机会很高很高，把握住这个机会，让任何一个人执政都别想再一党独大。